洗洁精瓶上的鸭嘴可是个宝，用了这么多年才知道还能这么用的，放在厨房里还能省下不少的麻烦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首先把洗洁精瓶子的鸭嘴取出来，把洗洁精瓶子的鸭嘴清洗干净。因为洗洁精瓶子鸭嘴取下来之后，表面还有非常多的洗洁精，大家会看到还是非常黏的，要用清水洗净，反复得多清洗几遍，一定要洗干净。用百洁布擦拭表面，把表面的洗洁精彻底洗干净。经过反复清洗之后，鸭嘴表面的洗洁精几乎是擦干净了，鸭嘴的内壁还有非常多的洗洁精。准备一个容器，一个碗，就可以把清水放到碗里，然后反复的去按压洗洁精瓶子的鸭嘴，按压大约3到5分钟。这样按压3到5分钟，洗洁精鸭嘴里边的洗洁精也会被我们按压出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只要挤出来的清水没有泡沫就可以了，就证明鸭嘴已经清洗干净了。首先要把鸭嘴里边的水全部排出来，让鸭嘴里边没有一点水，把鸭嘴放在温水中浸泡10分钟，可以让洗洁精的味道快速的去除。等鸭嘴浸泡完之后，接着看鸭嘴具体有什么妙用。洗洁精的鸭嘴用清水浸泡完之后，把它放在一旁晾干，或者是用卫生纸把它快速的擦干。相信蚝油大家经常会用，因为蚝油做菜可以提鲜，让我们的菜吃起来口感更好。但是经常炒菜的家庭主妇都会遇到一个难题，就是蚝油冬天它是非常稠的，倒是倒不出来。如果蚝油到了夏天，它就非常稀。蚝油底部非常稠，顶部非常稀，但是底部还是非常粘稠的。倒蚝油时，一不小心就倒出一大堆来。其实炒菜蚝油放一点点量就可以，蚝油就是为了提鲜。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倒多？先把蚝油的瓶盖拧下来，找一张纸巾把蚝油瓶口处擦干净，把取下来的鸭嘴放在蚝油瓶子上，把鸭嘴放在蚝油瓶子就可以先试一下。在每次炒菜时，如果我们需要加蚝油了，就可以按一下鸭嘴，想让它出多少它就会出来多少，这样是非常方便的，不再会我们轻轻的倒一下就倒出非常多来了。这个问题把洗洁精的鸭嘴放在蚝油瓶子就可以轻松解决了，用过的都说好。这个是鸭嘴的用途。接着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瓶子的用途吧。洗洁精瓶子的侧面，它都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，看到没？从这个侧面开口处这一直到底部，还有我们这边的侧面，它都会有一条这个分割线，也算是缝合线吧。这条线把我们的洗洁精均匀地分成了2等份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线入手，从洗洁精这个瓶口处的这个线开始，我们沿着这道线将它一直往下剪，一直剪，剪到我们洗洁精瓶子的这一个面，再回到瓶口的这个地方。我们现在把剪刀拿开，得到了一个这种的洗洁精瓶子。那么像这种的洗洁精瓶，把洗洁精瓶子这样剪上一剪刀之后，到底有什么用处呢？相信很多聪明的朋友都已经猜到了吧。不少朋友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比较危险的一些工具，比如说我们的剪刀、手钳子，还有这些胶带剪刀，还有美工刀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。但是发现每一次用过后没地方将它收纳起来，家里面这里放一个，那里放一个，那么把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不说，最重要的是还特别的危险，尤其是像这些比较锋利尖锐的东西，放在家里面孩子可以看得到的地方，就真的是太危险了。
别看一个小小的洗洁精瓶子，一下子就把它们全部收纳起来了。收纳起来之后，我们把它盖过来，再用我们的鸭嘴把鸭嘴上面的塑料管取掉后，直接拧紧看一下，非常的完美。随便塞到屋里面的哪个地方，或者是咱们的鞋柜旁边、箱子里面都不占位置。最重要的是，小孩看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洗洁精怎么选，你知道吗？洗洁精还分为酸性、碱性、中性，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呢？一、酸性洗洁精含有酸类化合物，杀菌除臭功能强，能够除去碱性丸子斑垢，通常用于除锈、去盐渍。主要成分：盐酸、磷酸、硫酸、醋酸或其他有机酸。二、碱性洗洁精比较常见，主要用于清除油脂类脏垢和酸性污垢，能够将不溶于水的油脂变为半溶于水的物质。主要成分：烷基磺酸钠、脂肪醇醚硫酸。三、中性洗洁精是利用改变水的表面活性来实现污渍清洁的，可以通过观察成分表来判断是什么性质的洗洁精。因为餐具上一般有很多动植物油渍，而动植物油渍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酸，这种成分是酸性的，因此碱性的洗洁精最为常见。大家一般使用的是碱性洗洁精，无论是哪一种质地的砧板表面都会有切缝，容易被洗洁精渗入，难以冲洗。砧板最好只用水及刷子刷洗。如果嫌油腻的话，可以用沸水冲洗一下，因为沸水也有一定的去油腻功能。最好不要把洗洁精直接挤在碗碟或厨具上，而应先用水稀释洗洁精，然后才将要洗的器皿放进去洗。用过的碗碟宜先用清水冲洗油渍，再以海绵或碗布熊稀释的洗洁精擦洗，并且在洗完后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。碗碟不要长时间浸泡在稀释的洗洁精中，最好是立洗立冲，同时也可以用它来清洁家里的卫生死角。这种类型的洗洁精去污能力较强，而且它的价格也比较亲民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瓶子鸭嘴妙用的小技巧简单吗？实用吗？如果大家觉得简单实用，请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如果您喜欢我视频分享，可以帮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吗？谢谢大家了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